我陪男朋友吃苦创业，成功后，他却背着我找了漂亮的女大学生。我现在赚钱了，想怎样就怎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看看自己，又黑又胖，哪个男人会要你？于是我立马甩开渣男，认真搞事业，拿回公司的资源，还和富二代相亲结婚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2年后，我去买车时，他却在路边发传单，拉着我的衣角恳求，我可以做小三。滚！我是脑子有泡才会找一个这么邋遢的男人做小三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赵家俊辛苦创业3年，总算注册了一家小公司。这3年来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陪他去进货、卖货，到处跑去找销售渠道。我之所以这么心甘情愿地陪他，就是因为他当初向我承诺说会一辈子对我好，说以后赚了钱给我买车子买房子。可最近，我发现他开始不着家了。今天我做了一桌子的菜，赵家俊说好要回来吃饭，却迟迟未归，打电话也一直不接。眼看已经晚上9点，我终于忍不住要出门找他。正当要换鞋，就听见了门铃声。我打开门，看到一个男的支撑着醉醺醺的赵家俊。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俊哥他喝醉了，我送他回来。我心里生气，但没有表现出来。接过赵家俊，我把他放到沙发上，结果低头看到了他领子上的口红印。一瞬间，我的气血上涌，但很快理智让我冷静了下来。赵家俊出轨了，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盘旋。我用手机拍下证据，打算等赵家俊醒了问问他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电话响了。我看了眼来电显示，静静。接通电话，对面传来娇羞的声音：俊哥，你什么时候再来找我呀？我气得发抖，差点把手机掉地上。对面又喊了几声，没有回应后便挂了电话。我趁机翻开赵家俊的微信，找到静静这个人，才发现这女生还是个在校大学生。朋友圈里全是发的自拍照。我粗略地翻了翻聊天记录，知道了是赵家俊在社交平台上主动加的他，提出每个月给他5000块钱，要包养他。5000块钱，赵家俊甚至从来没有给过我钱。创业初期，最艰难的时候，我和赵家俊每天只吃馒头，住在只有1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。他说他对不起我，说自己没本事，不能让我吃上好吃的。那时候我安慰他说没事，我说这都是我自愿的，只要你以后赚钱了还会一直对我好，那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。赵家俊感动得流眼泪。那时候我觉得，
这个男人，我要跟他一辈子。可现在呢？赵家俊赚钱了，可他从来没有主动说给我钱，却背着我包养了漂亮的女大学生。曾经的种种，现在都成了笑话。我把聊天记录都拍下，留作证据。这一夜，我一整晚都没睡。我想起曾经刚在一起的时候，赵家俊信誓旦旦地和我说，他要创出一番事业，要挣大钱。他出身农村，为了不伤他的自尊，我也谎称家里条件不好，生怕他觉得我看不起他。可我所做的一切，如今换来了什么呢？等第二天赵家俊醒来，我拿着聊天记录质问他，本以为他会和我道歉，却没想到他承认了。我不理解，你连解释都不解释吗？我辛辛苦苦陪你3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赵家俊揉揉眉心，语气无所谓道，又不是我强迫你陪我的，是你自己要跟着我。我气得拽他的衣领。赵家俊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把我当什么？我怎么了？我现在赚钱了，我有的是钱，我想怎样就怎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？黑了，胖了，哪个男人会喜欢你？我的心凉了一截。你现在嫌弃我了？当初我起早贪黑跟你创业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嫌弃我？现在赚钱了，反而嫌弃我了？嫌弃你怎么了？3年时间，我早就腻了。你还以为我有多爱你呢？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样。他的话像一把剑直捅我的心脏。你真不是人。赵家俊挥挥手，走到门口，受不了就分手吧。你现在已经配不上我了。说完摔门而去。我跌坐在客厅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之后赵家俊2天没回来，我打电话他也不接，最后直接把我拉黑了。我自嘲，3年青春终究是喂了狗。我本是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，在毕业典礼上认识了赵家俊。他见到我后主动加了我的微信，聊天中得知我们都在同一座城市。赵家俊说这就是缘分，时间久了，他就和我表白了。虽然赵家俊家里条件不好，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成熟稳重，肯吃苦耐劳。于是我答应了做他女朋友。那时候我的爸妈都劝我，说门不当户不对，以后我会吃苦的。我不以为然，就算是吃苦我也愿意，只要他对我好。可是短短3年，他就变心了。我打电话给我妈，说了赵家俊出轨的事。我妈和我爸连夜赶到这里。爸妈到的时候，赵家俊正好回家。我爸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揍了他一拳。赵家俊还没反应过来，踉跄了一下，之后看清打他的人是我爸，他也不敢还手，只能瞪了我一眼。
经过这2天的思考，我也知道没有必要再留恋渣男赵家俊。这一拳是我爸替我出气，也是你活该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刀两断。赵家俊抹掉嘴角的血，笑着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我巴不得你赶紧走呢。”我不再理他，收拾好东西上了爸妈的车。分手后，我爸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出去散散心，不要为了渣男伤了自己的身子。我感动地抱了抱我爸，后悔当初没有听他的话。之后的1个月，我开始提升自己，做美容，报健身班，还用我爸给的这笔钱注册了公司，做起了和赵家俊同样的生意。没错，我要报复他。当初跑销售都是我去，赵家俊虽然也帮忙，但是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所以绝大部分资源都在我手里。我和那些老板私聊，先是跟他们道歉，说我已经不在赵家俊那了，现在我出来单干了。那些老板都问我出了什么，我说赵家俊把我甩了，于是他们都指责赵家俊过河拆桥。当初创业初期利用我做生意，现在生意起来了，却把我给甩了。行业里最忌讳这种人，那些老板纷纷跑我这里合作，嫌弃赵家俊人品有问题。没过多久，我的生意便越做越大。某天，我妈跟我说，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，让我去见一见。我本不想去，奈何我妈软磨硬泡，我也只好答应。相亲地点在一家高档的法式餐厅。我妈说对方是个富二代，有钱又有颜。我照着我妈发我的照片，找到了这个人，本人比照片还帅一点。那人见我来了，立马起身：“你好，是阮欣吧？你是周末景？”“是我。看来阿姨和你介绍过我。”“哈哈。”她说你是富二代，还是个帅哥。”我开玩笑道。周末景笑了笑：“是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你果真不记得我了？”我一脸疑惑。“我们认识？不认识也没关系，以后就认识了。”周末景语气轻松，但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的失落。可我使劲想也想不起来，这人究竟是谁？饭吃一半，突然边上有个人说话：“哟，这不是我那前女友吗？怎么，你也开始傍大款了？”我抬头一看，是赵家俊，边上还有个女生，披肩长发，穿着紧身裙，挽着她。不用想都知道这女的就是赵家俊包养的女大学生，确实青春靓丽。我起身想走，不想看到这个渣男脏了我的眼。赵家俊却拦住了我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把我的客户都挖走了。你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阴暗的人？”
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我生气回怼：就凭你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，你以为别人会和你合作吗？那你要不要去问问他们，到底是我挖的，还是他们心甘情愿来找我的？你自己把口碑搞臭了，可怪不得别人。赵家俊见说不过我，便把矛头对准了周墨景。他嘲讽道：你也不是要靠男人吗？不然就凭你家那条件，你能在这里吃饭？俊哥，这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黄脸婆呀，看上去确实一把大年纪了呢。俊哥，你眼光真差，当初怎么会看上她的呀？赵家俊笑道：还不是他对我死缠烂打，非要倒贴我。我可看不上这种女的，比你差远了。啊，现在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的呀，真是活久见。我气得握紧拳头，恨不得给她一拳，但又顾及公共场合，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可我就这么想着，周墨景的拳头已经落到赵家俊脸上了。啊！只听见赵家俊一声惨叫。事发突然，我还没来及反应，只见周墨景2下3下就把赵家俊打趴在地上，然后对着他的脸又揍了2拳。餐厅里一时间议论纷纷，都围过来劝架。我赶紧把周墨景拉开，再打下去要出人命了。赵家俊被打得蜷缩在地上嗷嗷叫，半边脸都红肿了。那个叫静静的也吓了一跳，急忙躲到一边，不敢上前。我感叹周墨景这小子出手真重，在心里给他竖起了大拇指。餐厅安保打了报警电话，没一会我们都被带走做笔录去了。从警局出来，周墨景说送我回去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帮我，他说赵家俊说话太难听，欠揍。我听完没忍住笑了一下。对了，你说你以前认识我，方便说一下在哪认识的吗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周墨景叹了口气。还记得2年前，你在河边救了一个人吗？我努力回忆了一下，终于想起来，你是那个跳河的小伙子。周墨景有些尴尬，没跳，不过确实有轻生的念头。好在你开导了我，还给了我一个拥抱。我记起来了，那是2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大晚上跑完客户，签下一笔订单，回去的路上看到河边有个身影。当时我特地留意了一下，就看见那人一步步朝河里走去。我急忙甩下自行车跑过去，一把将人拉了过来。劝他的过程中了解到，他是被女朋友骗了钱，又骗了感情，一时想不开。寒冷的冬天，他想都没想就往河里走，可见是伤心到了极点。我劝了他很久，直到他放下戒备，在我面前大哭，我才意识到这小伙子应该只是想找个人倾诉。我陪了他1小时，
河边的风吹得我手冰凉。临走前，我抱了他一下，还把身上的钱都给了他，一共500块。我告诉他，钱可以再赚，人也可以再找，但生命只有一次。小伙子点点头，说：“谢谢我，这么久了你还记得呀？”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没得想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会被人记这么久。当然记得，永远都不会忘。周末景把我送回了家，我妈立马过来问我怎么样。我有些无奈，说还行。我妈笑得嘴都合不拢。对了，妈，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呀？谁介绍的？沙钢集团知道吧？他就是那老总的儿子。你爸不是在他家公司上班吗？那天老板儿子正好也在公司，和你爸谈采购的事。看到你爸的手机屏幕上是你照片，主动问起来的。你爸回来就跟我说了这事。什么？我大为震惊。沙钢集团是我们这的大企业，甚至在全国都排得上名号。所以，我当初给他那500块钱干什么？尴尬的，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投身于工作，时不时和周末景出去吃个饭。我和周末景关系越来越好，他也在工作中帮了我很多。直到这一天，我接到前客户的电话，虽然有些疑惑，但我还是接通了。喂，钱总，什么事让您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呀？哎呦，小阮啊，我那个订单怎么回事啊？说好了1个月交货，这都延期了。打赵家俊电话，他也不接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要报警了。我猜应该是赵家俊公司出问题了。钱总，我已经不在赵家俊那里干了。至于他那现在什么情况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现在出来单干了，做的还是以前的生意。您看您现在急缺什么？我有货的话就给您先补上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耽误您进度不是？那太好了。你单干怎么不早和我说？害我还一直在赵家俊那里下单。当初我就是看你面子上才和你们合作的。赵家俊这人我一看就不行，浮浮躁躁，不踏实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重新在你这下单。赵家俊那里我要走法律程序。好咧，钱总，您把需求直接发我，我给您配货。挂了电话，心情极好。果然啊，赵家俊的报应来了，挣点小钱就飘。这种人根本不适合做生意，穷命一条。我这边刚和钱总签完合同，手机就来了电话，显示陌生号码。我一接通，就传来对面的咆哮声，是赵家俊。阮心，你个小人，又抢我生意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掏掏耳朵，自己没本事怪谁？说好的交货时间却无故延期，怎么？你发不出货了？
赵家俊气急：“还不是你把我的资源都抢走了？以前没发现你这么有心眼呢，还好把你甩了，不然被你骗得裤衩子都不剩。”我觉得好笑，那些资源本来就是我的。你有去跑过一家销售吗？你还有脸说出这种话？我告诉你，他们是自愿跟我走的。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好，你等着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说完挂了电话，我有些无语。这人怎么这么幼稚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他。这段时间我的生意火爆，订单接都接不完。周末景资助我，帮我扩大了工作室，还专门租了个厂房给我当仓库。我感动得不行，答应了他的追求。周末景对我很好，只不过我们两个人白天都很忙。我忙着接单子、备货、发货，他忙着接管他爸的企业，天天待在公司熟悉产业，只有晚上才有空一起出来吃个饭。不过这样的生活也很充实。这段时间我联系到一个大客户，如果订单谈下的话，收益起码有100万。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紧盯着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这天客户给我打电话，和我说合同可能签不了了，因为有另一家报价更低。我急忙问是哪家，又觉得这样很不礼貌，只好放低姿态：“李总，价格方面我们也可以再谈，但产品质量方面，我希望你还是要相信我家。也许别家价格更低，但质量可能有所欠缺呢。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应该都明白。”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今晚7点，在星城酒店，我们重新把合作再谈一下。”我连忙答应。挂了电话后，开始准备资料，顺便和周末景打了个电话，说晚上不能陪他吃饭了。周末景表示理解，还说可以送我过去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这会不会太麻烦？你到时候怎么吃饭？周末景笑了笑：“我送我女朋友，怎么叫麻烦？晚饭你就不用管了，我肯定不会饿着自己。不过，回来了你得好好犒劳我。”嘴贫。晚上7点，我准时赴约。不过我没想到的是，赵家俊居然也在。李总和我介绍说，这就是另一家出价更低的。你们2家我都非常看好，但我最终只能选一个，所以我特地邀请你们2个过来，就是再听听你的描述。赵家俊一见到我，也不顾场合，就开始嘲讽我：“什么时候阴沟里的老鼠也配出来谈生意了？你做的偷鸡摸狗的事还不够吗？”我冷静道：“这位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”李总哦了一声：“你们认识？”赵家俊赶紧搭话：“他就是个小偷。”
专门靠偷别人的客户来做生意。所有的销售渠道都是不正当的。这样的人，李总您可千万不能合作。我默默听着，不说话。赵家俊却越说越起劲，而且这女的风评不好。上次我还看她和一个有钱人吃饭，转头就谈了一笔生意。就他家那条件，怎么可能认识有钱人？真不知道那些钱是怎么来。我无视赵家俊的羞辱，反正他说的都是造谣。我只是把合同递给李总，和他介绍我的产品优势在哪。一旁的赵家俊又看不下去了。哎呦，我说，你假模假样的干什么呢？李总这种大老板怎么可能和你这种女的合作？我看了，你还是适合钓钓凯子，两腿一张钱就来了。赵家俊，我忍无可忍，吼了他，说话要凭证据。你这样，我可以报警抓你。哦哟，我好怕哦。我不再理会这个神经病，他分明就是故意针对我。然而，李总最终还是确认跟我合作，理由是我看起来比较靠谱。于是，就赵家俊这种张口闭口就给人造谣的，有人能选他就奇了怪了。走出酒店大门，赵家俊追了上来。阮馨，你可真不要脸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拿下这个订单的，还不是看李总是个男的。你又倒贴上去了吧？你也就会这点手段了。造谣犯法知道吗？赵家俊气不打一处来，好像只有骂我侮辱我才能让他心里舒坦点。可我知道，他就是单纯的没本事，以为赚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殊不知他能赚钱全都是我的功劳。只要我一走，他就还是那个住出租屋啃白馒头的屌丝。赵家俊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我被他抓痛，想甩开却甩不开。赵家俊还想骂我，却被赶来的周末景一拳打翻在地。周末景浑身戾气，还想冲上去揍他，被我拦住了。没必要和这个废物浪费时间。我如愿以偿拿到这个订单，狠狠赚了一笔。反观赵家俊，听说公司资金链出了问题，接了很多单子却拿不出货，导致多家单位起诉他。我只能说，活该，恶人自有天收。然而某天我在闲暇时间刷短视频，看到有个女生实名曝光某男子长期骚扰她。虽然女生的眼睛打了马赛克，但我是还觉得有些眼熟。仔细一看，可不就是赵家俊包养的那个女大学生吗？视频内容大致是说，赵家俊和她交往期间，骗了她很多钱，最后甚至偷她的首饰、包包去变卖换钱。女生发现后，第一时间报了警。我心想，网上的东西还真是经过美化的。这女的只说是交往期间，实际上是赵家俊包养了她。至于后面说骗她的钱，应该是公司倒闭，
需要高额赔偿金。赵家俊但付不起，只能去骗钱。真是一出好戏呀！我默默给视频点了赞。2年后，我和周末景举办了婚礼。至于赵家俊，已经从我的生命中完全消失。直到这一天，周末景和我说要给我换辆车，让我先去 4S 店看看。我在去的路上，有个男的给我发传单：美女新款汽车了解一下。听声音有些耳熟，于是我接过传单，多留意了一下。那男的也抬头看我，正是赵家俊。他穿着蹩脚的西装，头发乱糟糟的也不剪。看到我时惊讶了一下，他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色彩，一看就是被生活折磨了。阮心，我没打算理他，转身想走，他却拉住了我。欣欣，你这几年还好吗？我觉得奇怪，这男人该不会还想和我叙叙旧什么的吧？赵家俊站着有些局促，说话支支吾吾的，像极了当年刚认识我和我搭讪的时候。你谁呀？我认识你吗？是我呀，赵家俊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前男友。哦，然后呢？赵家俊眼神一亮。阮心，有空吃个饭吗？我想和你谈谈。谈什么？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。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好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发誓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们再回到以前好吗？我们重新开始。我简直觉得可笑。这个人怎么会认为我还看得上他呢？赵家俊，以前你赚了点小钱，就说我配不上你。那你现在看看你自己，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？我知道我现在配不上你，但我会努力的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一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会出轨了。我给你跪下了，阮心。赵家俊说着就要给我下跪，还是在大马路上。这不是存心想给我难堪吗？你有完没完了，赵家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看上你，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滚开！我没再理会这个疯子，径直走进了一家汽车店。结果赵家俊追了上来。阮心，你要买车吗？正好，找我买，我给你优惠。我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另一个销售过来问我想要什么款的，我说随便看看。赵家俊还在坚持不懈地给我介绍车型。我深吸一口气。你们买车是有提成对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偏不给你。我叫来另一个销售，让他给我看看店里最贵的车。那个销售笑得合不拢嘴，连忙招呼我坐下，给我端茶倒水。而赵家俊站在一旁，只能干巴巴地看着。最后我订了一台80多万的车，刷卡全款。赵家俊追出来，问能不能重新追求我。
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我晃了晃手上的戒指。你是眼瞎吗？没看见我已经结婚了？赵家俊不在乎。我可以做小三。滚！我要么脑子有泡，找一个这么邋遢的男人做小三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。然而，我还是低估了赵家俊的厚脸皮。他竟然找了我家，在我家楼下蹲着我。一开始我没有在意，可今天他居然买了一束玫瑰花。他对着喇叭大喊我的名字，把周边的邻居都喊出来了。眼看着人越来越多，我急忙打电话给周墨景，让他过来。赵家俊站在我家楼下，对着喇叭说着我和他上大学的事，最后竟然单膝下跪，和我道歉。欣欣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恳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知道你没有忘记我，你以前说这辈子都会跟着我的。我也不过是犯了点错，但我已经悔改了。希望我们还能回到从前。我真的佩服这个人的厚脸皮，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这么不要脸。我忍无可忍，打了一盆水从阳台泼了下去。赵家俊被淋了一身，却没有生气，反正一副很开心的样子。欣欣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忘记我。滚！我怀疑这个人精神出问题了。好在周墨景终于赶到，上来就把赵家俊揍了一顿。最后赵家俊灰溜溜地跑了，但我不知道他下次还会不会来。我觉得有些对不住周墨景，因为自己以前谈了个渣男，现在反而弄得原本的生活都不安宁。周墨景安慰我说没事，说这是他来解决。1个月后，周墨景和我说赵家俊坐牢了。怎么回事？我问。周墨景说是因为有人找到赵家俊，说有个项目可以一起合作，但需要一大笔钱投资，后期可以双倍把钱赚回来，但也有一定的风险，可能会亏本。赵家俊想发财想疯了，一股脑就答应了。可是大把的钱从哪来呢？于是他借了高利贷，结果那人和他说生意黄了，赔得血本无归。然而赵家俊的高利贷却还不起了。催债的人找到他家里，把能搬的全都搬走了，还是还不起钱。最后赵家俊走投无路，只能去当小偷，跟踪了一户人家入室偷窃，还真给他偷到了黄金。赵家俊拿着黄金去卖钱，然后还钱，结果没2天就被抓了。由于涉及的偷窃金额过大，被判了10年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感叹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！我抱住周墨景，心想着还好当初没有死守着渣男，不然也不会遇到周墨景这么好的人。这下赵家俊这个人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，而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好，当起了老板娘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打算和周末景出去旅游，散散心。毕竟结婚2年，总要给生活带来点情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